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48岁，来自内蒙古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李女士45岁，来自内蒙古，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离婚了是吧？对。啊，结婚多少年啊？21年了。结婚21年，离婚了。刚才小片里说您有一个二宝是吧？嗯。二宝多大呀？二宝不到2周。啊，不到2岁啊？对。大宝多大呀？大宝今年20岁。大宝都20了，你们俩还离了婚？什么时候离的呀？今年6月份。这个离婚的原因是您说的不上进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听小片里说。不像他说的那样，我咋能不上进呢？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？哦，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？反问的好啊！6月份离婚，您提的。我提的离婚。哦，现在您想复婚？对。当初干嘛同意啊？当时我有点大男子主义，有点义气，有点冲动。哦。那就答应离婚了。哦，就答应离婚了。这20年的婚姻生活当中，经常提离婚吗？就最近2年吧。就是最近2年，就是有了二宝之后，是这意思吗？在有二宝之前也有，但是不强烈。上面写的这个自由职业，这个自由职业是多自由的职业呀？以前我是那个有职业的，后来就自己出来搞一些小工程嘛。啊。都是跟建筑有关系的。哦。所以在最近几年一直就没有做的，一直也在要债阶段。哦。这个他的自由职业就是讨债、等机会、花过去的钱，是这么个意思哈。对。好。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他特别懒散，生活的经济压力都是我一个人承担。哦，20多年都这样吗？刚结了婚还好点，过了2、3年，有了我家孩子，他就生活变得很懒散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了大宝之后就不满意他。对啊。那为啥还给他生个二宝呢？也不是计划之内，也是意外怀孕。啊。我也挺喜欢姑娘的，我先想，以为生了女儿，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，以为他会改变。哦。结果他一直也没改变。您是觉得20多年，您没改变的这个事儿，有人会改变他了，所以要了二宝了。对。这个要完之后没多久，这等于就离了婚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，不到2年。其实结了婚2、3年，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。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吧。你比如我结婚，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，为了家里面经济嘛，还在上班。结果那个啥，就是领了工资，我回去就快过年的时候就给他了。给了他以后，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。回家以后，他邻居叫吃饭，晚上就是他去了，喝到2、3点回来了，把我给他的工资一晚上就花光了。本来计划是第2天去我妈家给长辈买一些礼物，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。就从那一时刻，我就感觉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，没有责任心。我那个时候就起了离婚的那个打算。等于10几年就埋了个离婚的种子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种子就一直在生根发芽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我们那儿那个风俗啊，就是过年回家了，这是朋友弟兄亲戚们坐在一块儿吃了喝了，众人花钱嘛。我说那会儿这个经济收入也不太好，结果这儿自己一意气之下就没有控制住，就把钱花干了。哦。那这就回去以后，他就把这一点就一直记住了，一直就耿耿于怀。也不是单方面这个，感觉他结了婚之后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。啊。就是生完小孩，我孩子2、3岁的时候，我就是去商场给儿子买棉鞋，冬天嘛。他朋友来叫他出去喝酒，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。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，我就赶忙赶回去了吧。赶回去，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玩耍，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。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，感觉特别心酸。我说你对小孩都这么不负责任。我就做自由职业的，那么就是说有好多以后应酬，这些信息以后肯定得通过和朋友在一块儿以后才能上。那我这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了，我说我要出去一下。那你也能等到我回来再走啊？小孩一个人多不安全，万一跑下去丢失了怎么办？也就是说，儿子在2、3岁的时候您就自由职业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以后搞一些个体。行，我这么问吧，结婚20年来，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谁？
我感觉就是我一直小孩生下没多久就一直这样上班，一直上班啊。咱们不说感觉啊，就是客观上是谁？真是这样的。认同吗？但是我也有钱的时候，我也给家里头，就是我不是说每个月开支，还有货不见3万5万的也给家里头拿。就是您是3年不开张？对，开张是1个月，是吧？1年，每年就是到了年底结账嘛。我们不是搞这个建筑工程上干活。咱们非常客观的说，咱们今天不置气啊。这个男人给家里挣过钱吗？主要的是你还是他？反正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工作，他就是偶尔来点小活嘛。我感觉连他自己都绷不住那种感觉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您认为一直是您在养活这个家的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这个认可吗？就是这么多年来，实际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你夫人，是你前妻啊，这么说比较好，合适，认可就认可了。所以其实就好奇了，为什么这次这么坚定要离婚，而且是在有了第2个孩子的情况下？老大现在独立了是吧？老大现在上大学大2。还在读书啊。读书。有了这个2宝之后，怎么下定这么大的决心要离婚呢？为什么？我就感觉他那个脾气，就是越来越暴躁了。我不是一直搞推销嘛。就是有一次吧，去外地推销去了，结果那天晚上没回去，那朋友都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第2天早上我早早的没等别人起来我就回家了。他就一个劲儿追问我，就是晚上和谁在一起。我已经跟他说的很清楚了，很明白了，他还是那样。结果他就上手了，把我推到那个桌子上，那个腿都淤青了。后来我就把我姐姐叫过来，我就要跟他离婚嘛。这么多年就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所以这次离婚是因为他跟你动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呀。我当时想的是，你作为我的老婆，那么你一夜不回，我肯定要问，那你是干啥去了？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这个日子怎么往下过？就是不仅对我这样，就是对别人，就是今年春天的事儿，我带我姑娘，她和我一起去给姑娘看病嘛，然后回来以后，小区门口那个门卫，人家统一安排就是出租车不让进去，结果他跟人家吵了几句，他就上手了。本来当时他也没工作，生活挺紧的吧，我就给小孩看病都是借来的钱。后来他又给那个保安赔钱了。那你当时以后那个原因是这样的，我和女儿以后不是感冒嘛，去输完液以后，本来都是一身汗挺热的，我要进小区的门口，但是小区的保安不让进。本身平时也能进，但是我说这种原因，我说小孩有病，你不让进，你说你看这闹感冒了还是？最后呢，我就下来喊。我当时还在他劝解，也劝不。争执以后，就这个保安就说了，他也不听我的。我就不让你进，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而且还说的话挺难听的。最后呢，我就动手了和保安，他和我动手。之前有一次，他出去跟朋友吃烧烤了，儿子也想吃烧烤，打电话说：“爸爸，你回来给我带点烧烤。”结果他答应了。结果到晚上11、2点，他醉醺醺的回来了。回来结果给儿子带烧烤，儿那个时候已经睡着了。他把儿子喊起来，儿子不想吃嘛，他就上手了。就我们现在听到的，其实都是20多年婚姻的零星的片段啊。但是我们把这些片段组成在一起，大概有几个关键词已经出现在这儿了。您是认为这个你的前夫，第一没有责任心，对吧？一个是从对孩子看出来的，第2个其实好像在这么多年当中，他没有很认真的去挣钱养家，对吧？第2个就是他脾气比较暴，是吧？对。实际听起来你对这个婚姻好像不是特满意，对吧？对。那怎么还坚持了10几20年呢？我就先想着等儿子过了18周岁上大学，我就打算跟他离婚。没想到又意外怀孕，有了我家姑娘。那这次怎么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婚了呢？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上进心，而且对家庭特不负责任。去年国庆前一天，其实10几20年不都这样不负责任过来了？怎么不上进？去年以后我们有了2宝以后，过200岁我就出去了，因为就是我在家里头老等的要钱也不是个办法，所以说我出去找点活，去打工吧。最后从去年以后6月份出去干到这个9月份，正好发了1万块钱工资，也是给朋友帮忙，这朋友招呼的，给了1万块钱，都正好小孩上学。就是国庆就回来的时候，我想回去，但是正好朋友有点事儿，他那儿有点忙，让我去给他帮忙了。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国庆。在这个帮忙的过程中，我发生了一点意外，就是火灾吧。
就是把自己烧的以后烧成这个5级伤残。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吧，就一直也影响工作，我的腿不是烧坏了吗？这段时间啊，他就说一直说离婚吧。当然我这个就是男人嘛，就那种脾气。他烧伤以后，那朋友送回来也没怎么管，写好协议，过年啥都没过来看，也没按那个协议上的履行，所以我让他起诉，然后咨询律师嘛，就是5级伤残，就是说肯定95%能赢，他也不听我的，他也不去起诉。最后离婚以后，他写的给儿子是念大学生活费，给女儿每月2000块钱，他到现在也一直没给过，而且我儿子开学那个学费都是我自己承担。我再问几个问题啊，你们买房了吗？买倒是买了，但是买了房之后，他要盖那个办公楼，他就把那个房产证抵押了，结果5年不还。我还不了，怎么是不还？那能还了？那外头有钱，我也在外头。现在我去让人家要，人家也是没钱。你现在欠很多外债吗？也，房别人欠你很多钱吗？啊，外面欠我也就是100来万，我欠也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哦，你们的离婚的协议构成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所有的债务由谁承担啊？所有债务都由他承担。财产呢？财产也没啥财产。哦，怎么想出要复婚的呢？我是感觉就是就是感到离婚这段时间一直慢慢就想起了对方的好。再一个，我关键还是对这个女儿嘛，不想给她造成这种负面影响，我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。啊，所以说想把这个家庭重新组织起来。好，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摆在这儿了，有情感上的问题，确实有，先生确实也有问题，这么多年有问题，承认对吧？现在现状就是这样，还有一个小女儿，要不要共同在一起再生活下去，还是分开了生活可能会更好？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和情感的问题？你听老师的意见好吗？我们一起进入比特问卷。两位好。老师好。一段21年的婚姻，
姐好。刚才在两位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话当中，李大哥一直在强调，我不是没有上进心，我有上进心，但这个上进心要怎么体现出来呢？我觉得核心问题是在李大哥您这儿，因为我觉得李大姐真的不容易。现在她一个人要养儿子，要养女儿，如果您的再一次回归，是不是真的要确定再要继续养您？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上进心的这种存在感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希望两个人可以继续走下去，但是核心问题在您这儿，看您怎么做调整。只能送您2个字儿：加油。好，谢谢李老师。生活不易，夫妻要同舟共济。真正想要复婚、真的想对对方好的人，其复婚这个形式并不重要。曾经是夫妻一场，他如果真的想对孩子负责任的话，完完全全可以负得起来。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可怜又可恨。可恨的是你自己把自己作成这样，可怜的是你现在身负重伤，还背着一些债务，同时还面临着妻离子散的这样的结局。这都是你自己一手促成。如果说婚姻在前20年的时候，它只是对你不满意，经济还支撑得下去，那么这个女人已经把标准往后退了一步。到了后来，经济也没了，你又受了伤，所以这个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。那如今你又要复婚，这女人今天愿意到这儿来，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心软。你这么多年来，其实就是在利用她的心软和妥协。那些所有指责这个女人说把债务推给男方，看着男方身负重伤，依然要决意离婚，这是狠心。我觉得这些人是不经过脑子。其实人的情感就是一年一年、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消磨掉的，即便最后变成
担了一切，然后走，在我看来是在20多年的婚姻当中，你算成长的一步，就是要承担。如果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让他活得更轻松，能够让他生活的感觉到快乐，其实这个婚富不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对，而且你也不用着急，他肯定不会着急着说这2、3年就带着女儿又改嫁了，是吧？会吗？没有那个想法。所以你加油，站起来，对，好吗？好的，对他们好，让自己站起来，就 OK 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不管怎么说啊，就是一切磕磕碰碰，这么23年都过来了。通过分开以后，也想到了你的好，然后呢，我又想到了这个小孩儿，说我想就是说，为了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吧，想和你复婚，希望你给我再一次机会。好，时间到，不做结论嘛，不做结果嘛，日子还很长嘛。其实我也相信，结婚20多年，2娃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行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哎，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请开门吧。